我有很大的车子，我有去养车，然后有点浪浪。还记得2021年吗？在那个口罩遮住了半张脸的年代，那时路上满满都是初代 R3， 可如今它却渐渐地淡出街道，留在很多记忆还有老照片里。如今的它还值得你拥有吗？今天这位车主为他的初代 R3 装上了许多实用的改装。如果你是重机新手，这些改装或许正是你需要的。大家好，那我们今天来访问一下阿奇，还有他的这台 R3。对，然后想要先问你说，为什么你会选择这台 R3？其实这一台算是机缘呐，就是凑巧遇到它。对，因为其实原本我一开始是骑 MT-15，考完驾照之后刚好换工作，然后遇到了以前摄影的朋友，他要卖这一台，与摄影的朋友刚好算是我同事，就是在同个办公空间，然后他就把这台卖给我，我那时候说，既然是朋友卖的比较安心，然后也没有试过仿赛，它的价格当初其实也是算吸引人，虽然其实那时候价格还没崩啦，其实那是还没崩的时候的价格，是大概什么时候？疫情左右，2021的时候，差不多，对，就是还没有崩的时候，2020、2021的时候，他也陪我也其实算是蛮爱护他的啦，就是都会尽力把他的东西都换到位，对，然后他其实也陪我跑过蛮多地方，像五岭 MT-15上了一次，而且那时候是双载 MT-15上了一次，然后他也是双载也上一次，对啊，所以其实说实话，如果你是喜欢黄牌仿赛的，我其实蛮建议就是入手 R3 的，对，因为 R3 它包含引擎没什么问题，活散率很好嘛，那壳也便宜，壳这样一整套，通常大家现在都换副厂壳嘛，那你整套换下来，副厂壳也不过1万出头。这壳是你换的？这个其实没有换，当初是因为我收这一台的时候油箱有滑到，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看得有点脏，然后就换了一个淘宝，就是淘宝的水转印这样子。所以你2021到现在应该也3年多，对，差不多。然后就妥善率各方面都蛮好的。对，它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我唯一有遇过问题是它没电。可能那个没电其实就刚好其实应该也是差不多电瓶换个电瓶就好了，差不多电瓶差不多，然后换完又没事了。我看到你车子好像蛮多有小改的地方，对不对？然后你要就是都是算是通勤舒适改。对，像是因为毕竟我换了油箱，所以像那个油箱贴，我就是自己上网找教学跟材料，我自己剪嘛。因为自己裁自己贴，因为我的那个，因为我常背东背西的，就很容易刮到。我就是前面做直滑，然后侧边就是自己剪自己贴。对，然后总泵有换，但是总泵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原厂刹车怪怪的。对，然后不确定是那时候其实我有点忘记到底是大保养的时候老板忘记换油呢，还是怎么样，就是不清楚。对，但是反正就那时候就想说就索性换一换，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是保养完发现我的刹车还是怪怪的，它是回弹比较慢。这是 RCB 的，就是它我就是 CP 改，就是我没有要说真的要很高阶，就是 CP 改，我只是想要让它刹车正常。对，然后黑准的那个手机架，这个我其实原本生日的时候先帮自己买了一个2代，然后也是双磁浮的，然后后来上那个重机展的时候刚好看到3代，然后就直接买了，就像特价呀，就直接买了。对。不过那个如果大家有买3代我会建议在保固内要让那个厂商保养一次，因为他们其实1代跟2代，他们3代的某些地方是有一点点缺失的。那我后来因为就是那时候是橡皮脱落，然后有点浪，我就问他说可不可以处理，他们厂商就说可以寄回来处理，然后换回来就直接变了，就是变得比较薄，比较不会掉，所以那个应该是他们一开始的设计可能比较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那个买出那个3代刚开始买的啊，就是可以去让他们保养，他们会帮你把它更新好这样子。这个是这是快充，这快充啊，这也没什么好讲，这就是找车行装的，然后那个下面有 Brembo， 但是那个 Brembo 是前车主改的。对。然后它原厂不是？它原厂当然不是 Brembo， 那原厂没给那么好。原厂我记得是对2而已吧，正常应该都是对2而已。对，然后那个它原本是小鱼眼，就是那种 H4 直上小鱼眼。然后而且它有改过那个行照。然后然后改过行照了嘛，我就那时候就是刚好坏掉了，我就直接把它改大鱼眼。对，就是找那个也是台中的车行，请他们帮忙改。对，那因为我也不怕，虽然我每年要验车，但是因为我行照有改，我不怕那个，所以我就直接改大鱼眼，它光型啊跟稳定度都会比那个小鱼眼好。因为小鱼眼那时候好像是前任的车行前车主的车行装的，有点土炮啊，就是在后面你会看有点土炮啊，这个改上去就会变得比较完整这样子。照明应该也会差很多。照明就真的是还不错啦，对，就是也比原本的小鱼眼好。防导球是前车主的，然后这一台其实这台也那个，我觉得管子也很稀有，因为这是17年以前才会有的短管。对，你17年以后你看到的 R3 都是长管，对，你不会看到短管这样。我是觉得蛮喜欢它短管，因为长管就很长。对，我知道它17年有一个小改款，它改款后它的就很长，然后你就会觉得有点就是视觉上有点拖的感觉，对。然后因为然后后来好像因为它原本前车主交给我的时候，它前段是有生锈的，我后来有去改白铁，就中段这边，对，就是前中段，就连便当盒都没起啊，所以它如果你回油太大力会放炮，对，所以，但是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就不喜欢太吵的改装，所以我自己就是知道这件事，我就很小心，就是不要回油太夸张。对啊，就我也不喜欢造成人家困扰。我刚好听比原厂的好听很多。对，因为其实我是觉得还蛮多原厂车，你把便当盒拿掉后，那个声音其实都很好听，而且说实在话，就是基本上你就算把便当盒拿掉，它原厂管就是回压效应的，所以不会吵到哪里去，但反而会变好听，只是会不会验过不知道啦。对，主要是因为有些年份的车的那个分贝数很严格，对，有可能你只是拆了个便当盒，大声一点点就不会过了。然后轮胎我觉得我一定要讲，就是大家都会想说轮胎磨耗很高，那就是到处都在找说有没有便宜好用的轮胎，但我说实话，这个东西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对，就是如果大家都有通勤需求加小热血，我都会建议我自己都会建议就是直接上米其林 RO6 了。对，因为 RO6 基本上我现在跑了已经超过1万多了吧。那还蛮耐用的。它看起来把它洗一洗，它看起来会跟新的一样。对，它其实蛮耐用的，而且那时候我们老板很好笑。他就直接，那时候我也在抉择那个轮胎的部分，我就问老板说：“老板，你建议一下那个轮胎嘛？”他说：“你过弯会破百吗？”我说：“不会啊，那RO6就好了，RO6都可以撑着这样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夸饰啊，但是确实他给我的信心度在通勤路，因为我这边上班在工业区，对。那其实工业区有很多就是碎石、大弯、碎石跟那个有过桥会有伸缩缝，它给我的信心度都还蛮够的。虽然我也不是真的说我很压，但是基本上通常不太滑。对，我是觉得RO6做的还不错，而且又很耐用。而且基本上你拿那种6000块的进那个运动胎跟它比，你把那个里程数扣下来，其实它比较便宜。对，我有算过。而且加上，如果你都不超车，就说实话，它虽然是跑车，对，街跑车，但我通常在路上骑的转速都不会超过几千。就完全没有在吹它就够了，因为它的最大马力就已经是，我记得是9000、1万那边了，我都通常不会到那边。对我自己就是
7000内就已经换挡了，因为我也不喜欢那个高转的那种很大声的声音正的这样。对，所以我才说，其实我反而都比较适合那种低转的那种街车，但我还是很喜欢它啦。虽然说其实已经准备要换车，不过就是它其实也陪伴我度过蛮长一段时间，我也蛮感谢它的。然后软排架原本前车主就改了，然后它前车主还有一个 Coso 的那个牌照灯。对，这个牌照灯不错，它原本就帮你角度上好了，它不会打鸟，不会过曝的。对。然后我后来是自己又加了那个底盘架，就是强化的那个底盘架，然后它有延伸一个反光片，然后我再另外又加了一个小土厨，因为就是之前验车可能比较少雕，没有注意到，他们没有特别看小土，因为我是外场验，后来最近一次验的时候，他就帮我贴了一个纸板，我说现在开始要雕了是不是？再来是避震吧，避震的话，后避震是换 YSS 的哪一个啊？忘记了 ，G Sport 有挂屏的。G Sport， 那当初其实我一直在考虑说我要换台中有名的那个工厂店，它在139，不是139，说错了136，它在136上的工厂店叫那个 Fish Socks 啊。然后我就想说，要给他弄吗？因为给他弄，基本上之后我保养就是他可以现场处理这样。然后只是后来我在家里附近找到一间，他刚好说他刚好这一支现货，然后他想要出清掉，就很便宜，我现场就换掉了，对。然后就是 YSS， 其实也还不错啦，就是它那个阻尼跟那个强度都是可调的，然后以前那个原厂也快不行了，就会一直像跳车嘛，这个弄完就是真的就是变蛮稳的，蛮舒服的。然后前避震换的是 Gamma Air， 它是那个电子气压避震，然后我也蛮推大家这一组，就是因为这一组就是很便宜，就是你通常改一个内管组，就是你不换前叉，你就改内管组，你好歹也需要来个8000、1万嘛，对不对？你先不要讲弹簧，弹簧当然很便宜，整组换的话，整组内管内管组要换的话要8000、1万。这一组好像正叉版本的 Gamma Air 也是8000左右，但是它的回馈好非常多，因为它这个上网看，就是它就是空气弹簧，它里面只有油跟空气，对，然后它里面有一个电子的接点，就是你没有按刹车的时候，它两边可以互通，它就可以帮你吸收空气帮你吸收水蒸，你压刹车的瞬间，它帮你把中间的气流阻断，然后让它气流固定，然后让它变成一个空气柱，然后变弹簧。对，它其实就骑起来都很舒服啊，就是不会软，不会太软，然后又很 Q， 而且吸收水蒸的效果又很好。对，就它唯一就是你变成说你要稍微注意它的那个压力值、气压值，因为它就是前面这边这是旧款的，旧款是 CNC 的壳嘛。然后新款已经是变成橡胶壳，所以这个避震也是绝版的对，这个内管组也是绝版，然后这边就有一个气压头，就是你要量气压、补气压这样子。要补气压。对。因为台湾的天气日夜温差没有差很多，所以不至于到热胀冷缩的状况，没有到那么夸张。就如果没有补，它会塌下去这样。其实不会，你久了当然会。对，久了它就是会，或是你把气压吸压，它就会整个很下面这样子。对，那基本上它就是空气帮你当弹簧支撑，所以就，你直接唯一需要调的数值就是气压值。对，你看你要填充满一点，让你回馈感强一点，或是你调气放多一点，那它就会更软一点，就看你喜欢怎么样。对，我蛮推荐，就是这个也算是，就是它其实也有人竞赛用啊，因为我们老板他带的，我那家车行老板他带的车队，他们也会装这个。对，那就是看你要什么用途，其实都可以啊。日常用其实也很棒，这样子。就后箱，后箱，因为我一开始是很不喜欢挡车后面有箱子的，
这东西是最后妥协的产物，就是妥协一就是我真的需要地方放东西，对，所以我原本是后架，然后再加后座包，把后座包绑在后架上面。可是第一个是空间不够，第二个是它的那个下雨啊，它的那个绑带啊，会让那个就是后架生锈。对，因为我前一台 MT5就是用这个模式，这一台也是，然后结果后来发现这个问题，我想说啊，算了，那就找一个小一点的箱子。其实我原本要找更扁，结果那个厂商的那个叙述错误，所以买了一个高了一点的，但是它还是算小啦，比起其他箱子都比较小。然后因为刚好会放女朋友的东西，那就也就刚刚好。没有什么非常炫炮的特殊改装，都蛮实用的。其实都是实用，然后对，其实都是实用比较多啊。还有行车记录器啦，我前阵子它行车记录器糊掉，我还自己换前后镜头。真的哦，就是我上网看，有前后镜头料然后因为它前后镜头有接点在前面而已，我就不用拆到这，只要拔前面，我就拔前面，然后直接换上去就好了。前后镜头才刚换掉，所以它现在很清晰这样子。然后 R3 的前坐垫其实我觉得够软了，原厂就够软，所以我觉得原厂反而没有到很需要再另外包。都是后座原厂真的太扁，很硬很扁。对，我原本一开始包了，他还是觉得有点卡，我就是再加厚一次这样。所以其实如果新手要买一台黄牌，其实这台就蛮建议的，只要再加你刚刚讲的那些小东西。对啊。就其实 R3、MT-03 都还蛮建议的，就是如果你是喜欢运动街车跟街跑的，如果是要入门黄牌，我觉得就是真的是看需求，因为像现在我目前其实也是准备要换那个 SB300，怎么会想要换 SB300？就是大家都会想说啊，怎么一台跑车，然后换了一台像老爷车的东西，蛮跳痛的。因为其实就是因为刚好最近被复古车烧到，然后包含我女友被复古车烧到，所以我女友最近才因为刚好我有认识的朋友在做手工车的，所以就帮他搞了一台 Volvo 100，它是金旺的后继车种，然后就改了一下，等一下可以再给你看照片。好，就是给他骑这样，然后我自己就是刚好之前大学同学也打算把 SB300 出掉，然后他就是卖给我，然后我就好像那我也是拿来整理这样子，就是被复古车烧到，加上我一直想要有点想要换回街车，然后让它坐垫是平的，就是如果真的载女友也比较舒服。